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六啊。先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这期视频呢，我想聊一下网友关心的几个问题。因为之前呢，有网友就问我啊，如果他在西班牙办理一个西班牙的非盈利居留，然后呢，他从事的是这种像网络的这种接单啊，或者说自媒体的博主这种远程工作的业务，那么是否合适性价比高不高？还有呢，就是我想聊一下我之前呃选择就是为什么没有去美国，没有去日本最后就是来了西班牙。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其实呢，这个网友他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呢，在西班牙拿一个非盈利的居留然后呢，他可以在欧盟的这些申根的这些国家呢，都可以四处的转，对吧？四处的玩，然后呢，拍摄一些视频或者一些内容去从这个互联网上呢获得收益。这个想法呢，其实我觉得是不错的，也有许多人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人呢，大部分呢，都是一些海外的留学生或者说他已经是一些呃居家的这种博主他比如说在这边，嗯、在家里面就没什么事干，对吧？他已经长期居住在这里了，那么他就当做一个爱好去做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办理这个非盈利的居留来了以后呢，你是有这个生存压力的，就是你要通过这件事情去有这个业务上的指标的比如说你说我每个月必须通过这个事情赚2000欧元，或者说赚1000欧元或者说我期望在1年以后能够赚这样的一个数目，那我觉得呢，呃，最好还是不要选择这么做因为呢，就是你其实这里的这个生活成本呢，它也是不低的啊。那么从事这件事情的人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如果说你本身已经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比较成功的，对吧？那我认为其实你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对这个行业、对这个生态对你自己的这个用户群体，其实你都是比较了解的，是吧？你可能不了解的就是一些当地的税收的问题那么有这个四处在，比如说深耕地方，到处可以去旅游，对吧？你肯定也要付出相应的一些成本。那这个成本呢，就是一个税务的问题因为像西班牙的话只要你在这边居住满183天就可以说是半年嘛，你开始呢就要成为他这边的税务居民。那不管你从哪里获得的收入，包括你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在别的国家有房产有股票有收入各种收入，你都是要进行税务的申报，然后呢，按照他的要求呢来交税。那这个税呢是差不多在40%啊。有的人会说这个我不去申报，对吧？或者说我少申报一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罪名就是逃税漏税，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呃，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对吧？啊，你都可以选择，有许多是免税的地方免税的地方，比如说我就知道的，像迪拜阿联酋像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有些地方呢，它对这个税这个收入，它的这个要求是
很低的税收。那么像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你选择做这个自媒体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其实只要啊税低，你的收入其实你在哪里做都差不多，不会差太远，对吧？啊，那如果说你想经常比如说拍摄一些欧洲的内容，那你也可以申请签证，对吧？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的前提之下呢，你去申请签证，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而且呢，现在的这个多次的签证、多年的签证都还是比较容易办下来的，对吧？这个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有些人就会说他说我办了这个居留现在有些人说就是不需要有这个移民监我不需要住满180天，这样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去申报税了，对吧？那其实呢，就是如果你这么做了呢，首先就是你未来继续续这个长期签证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你5年里面住满啊、不能就是离开几个月的，对吧？那么你就住满的话，你这个时间是住不满的啊。那最后呢，就导致你的这个居留呢就会被拒绝所以这个其实别人设计移民方案的时候呢，都是设计好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聊一聊就我之前其实我在2010年左右吧我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去美国因为呢我之前一直从事摄影的行业嘛，并且呢我并不是仅仅就是说把摄影呢当做一个职业我是真的非常热爱非常热爱摄影，所以呢，我非常的想去美国就是继续的学习一下跟更多的一些摄影的大师们学习一下，对吧？就提高一下自己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朋友吧也帮我介绍就是办这个美国的优秀人才这个移民的这个东西，但当时呢，就是我的收入就我摄影的收入呢，一年差不多要在10万美金以上，所以呢，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一旦你就是离去了离开了，你就等于从零开始，没有收入，对吧？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移民的时候，他们都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失去眼前现在已经拥有的去拥抱一个未知那么人呢肯定是不喜欢未知的东西的，会有一些恐惧的，对吧？所以呢人肯定是喜欢这种稳定的东西。那么后来呢我就放弃了我就选择了呢嗯面包，对吧？就是眼前的能够看得见的利益。后来呢，又过了几年那些年呢，就是当时我已经30岁朝上了嘛，我更多的呢，我就喜欢去日本旅游因为呃，可能20多岁的时候你可能就很喜欢跑到很远然后又是坐火车呀，又是步行又是爬山可能你又要去什么青藏高原又要去雪山反正就是你喜欢一些刺激的东西，对吧？那么到了3岁以后呢，就你慢慢的你可能也，我觉得日本的这个什么一些神道教什么佛学还有就是它的一种古典的就是它有一些古典的东西一些非常让人心里静得下来的一种文化方面的东西，那个时候很吸引我然后呢，日本就经常会有一种宣扬是吧，什么匠人的精神。总之呢，就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就很想去日本，我几乎每年都去旅游就是好几次
啊，我就想就是移去日本。然后呢，我在日本也有很多朋友啊，然后我考虑啊，我还学了日语啊，我考虑啊，呃，后来呢就没有去啊，就没有去，没有去呢也就耽搁了。那其实就是来西班牙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啊，我也没有怎么想，其实我也当时对这里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就以前工作的时候，就马德里啊，还有巴塞罗那，我去过几次。其他的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我都没有去过，我都不是特别了解的啊。但是就偶然的原因吧，很随机性的啊，我就来到了这里，然后呢定居了下来。所以呢，就是啊，我当然说的这个偶然的原因也是要做过功课的啊，就不是说我就人先跑过来了，对吧？你肯定什么那些手续你要办的，对吧？啊，就是说我之前没有考虑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美国啊、日本啊，我都可能考虑过很多年了，是吧？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啊，我现在就觉得呢，就是说人是一个非常随机的啊，你不太可能就是嗯、现在的想法到了5年、10年以后，你还是坚持不变啊。人的想法是一直会随着现实的情况就会调整、会改变的。就像我有一个表妹她之前呢，她就去了加拿大，然后呢，她也在加拿大那边就已经买了房产啊，什么就生活在那里了啊。但是最近呢，我知道就是她又去了新加坡啊。其实，在新加坡她已经也待了2、3年了吧。这个调整其实也是挺大的，对吧？啊，因为正常的情况，可能很多在加拿大的人都会最后选择去美国啊。然后呢，就他突然去了这个新加坡啊，那我也是呃有点惊讶，但是我没有去深问啊，因为毕竟不是说彼此是这种10岁、20岁的时候，对吧？就大家都到了这个年龄呢，肯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的啊。那这个我也想说的就是呢，就是大家的想法呢是变化的。那现在呢，就是你像2024年了，就目前的情况吧，啊，很多人还是来问我说，要不要去美国啊？包括就是已经在西班牙的朋友他也会问我说，要不要去美国啊？呃，让我给一些建议。那有一些呢是学生，有一些是已经成家立业的。其实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嗯，那我想说的是呢，就是一个呢，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个缘分，对吧？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命运，其实别人没有办法决定你的命运啊。所以呢，就你要顺着你自己的心里真实的想法走。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表面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你说有些人就他觉得我就是要去美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打工工作收入高，对吧？那么这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收入确实它比别的地方要高一些，但是你的成本也很高啊，对吧？你的租房啊，你的生活那有些人他会跟你说，他说我可以合租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我可以就是非常的能吃苦耐劳。这个其实是你可能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你的一个只能说是你的一个预判一个想法。就你真实的去做了你真实的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了，你不见得能够就说能够忍耐下来，对吧？就像很多人说我不行，我就去
送外卖，去开网约车，去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去打几份工，其实没有去之前都说的挺好的啊，然后去了以后呢，可能情况就有变化啊。当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你本来就是对一个情况，就你知道的是表面，你并没有知道全部，对吧？只有就是说真正了解的，已经经历过了啊，那么他知道，并且每个人的承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他就是能够承受一天就是干几份工啊，或者说他拼命的去考虑赚钱啊，你像在这边也有一些人，他20多岁来了，来了以后待了2年，他觉得收入太少了他觉得这个收入呢不可能发财只能够维持生活，那么呢他就再跑到美国去再去挑战更高难度的，对吧？因为肯定就是居住环境包括他的收入他想存下一定钱来的话，他的饮食生活他都要非常的节俭，非常的算着来，是吧？那最后呢，就是能不能达到他的预期呢？其实大家也是不知道的，只能10年8年以后呢再看，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是跟每个人的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早期就是你说你要积累一个原始的资金，你说你比如说你先在学习一些技能，对吧？不管是什么厨师或者说什么修理工或者说一些技能，那么呢，你再去那边，你觉得你要好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就你有一个计划，打算多少年里面你就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生活，但是呢，你能够存下来一些钱，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可行的，并且呢，其实现在就是学习各种这种技术方面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它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且成本是非常低的啊。因为我就像我自己，我在那个知乎就中国有一个网站叫知乎那它也是一家美国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那它上面呢就有很多人就是大家把自己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自己的技能或者说一些书，它就在上面，你可以买一个会员，你就可以去学习。那这种学习的成本呢，远比如说我在亚马逊上买几本书，或者说我在这里报个什么班，这个成本要低得多，并且呢，其实就你在很多地方，你不一定有这样的就学校，是吧？你可能离我这，比如说1个小时的车才有一个什么学校，但是你在中国的话，你可能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习技能的地方就比如说什么修手机啊，在什么深圳对吧？这个就非常多了各种产业。那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很好的技能呢，你再去考虑我觉得是现实的。就如果说你不带什么技能你就跑过去，你觉得我先发展一下看一看先落地了再说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难了，对吧？并且呢，我也不推荐我真的不推荐，就是就是一些非法移民或者说去那个什么走线我觉得这个首先有生命的危险，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有太多好的选择了我就举个例子，我就说一个比如说像新加坡我现在都觉得就是说如果年轻一点很有可能我也会先去新加坡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再考虑去别的地方，对吧？因为
像最近嘛，这个新加坡也进行了这个政府的交班啊，之前的李显龙总理呢，他就交接给现在的黄循财总理。那这个黄循财啊，他是一个在中国海南岛，呃，就是祖籍吧，就是他的父亲啊，什么都是海南岛的那边的。然后呢，再移民去新加坡啊，然后呢，他再去这个新加坡本地呢，他完成了他的教育，他再去美国啊留了学。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案例就看，对吧？其实有很多人，华人也好，或者什么人也好，他们就可能先去了美国，就是就他父亲这代，他们就去了美国。但是呢，呃，你说像这代人，他们可能自己在美国的这个工作啊，因为一开始去可能你也做的是非常基础的，对吧？非常呃难的这种面对的生活的这种生活挑战嘛。所以呢，就是如果黄循财啊，就是他的父亲当初去的是美国，那黄循财能够成为美国政界里面的一个明星吗？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吗？啊，他能不能在美国就是接受这么好的就是优质的教育呢？对吧？我觉得都是疑问的，带疑问的啊。也正是因为就是他父亲呢是去了新加坡，然后呢，新加坡这些年其实发展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导致他呢就在新加坡接受了就比较好的教育，然后再去了美国啊，最后再回到新加坡，然后任职，再变成了这个总理。那么这其实是一个从最普通的平民百姓啊翻身的跨越阶级的一个非常励志的事实啊，这个就不是故事了，对吧？因为它就每一个东西都非常的清晰啊，不是说有很多当中什么内幕啊，有许多，比如说你说在美国，你说像什么布什总统啊，或者说谁谁谁的有些都是政治世家，对吧？但是从这个黄循财这里看呢，就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其实真的年轻一点的话如果想去海外发展什么，你还是可以先去新加坡。新加坡现在对中国也是免签的，对吧？你可以就是先免签过去看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一些招人或者有没有一些学习这样的一些机会然后呢，就在新加坡如果能够学习一下、工作一下，那么未来再考虑其他的，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对吧？还有就是像工作的像这种迪拜也是的，对吧？但迪拜跟新加坡，我依然还是推荐新加坡那我觉得在文化上什么的，还是跟亚洲人跟华人呢是比较接近的，对吧？并且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就新加坡的未来应该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好，对吧？你看这个美国的防长，还有跟中国的防长现在就是又在新加坡这边进行了这个会谈。就未来这个新加坡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它的定位跟它的这种扮演的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啊，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还年轻，然后呢一开始就是嗯什么都要靠自己的那首先还是要学技能，然后呢就是考虑可以先到新加坡，对吧？啊，就一上来如果就是你要去欧美那要不就是你自己非常真的能够下得了决心吃得了就是常人不能吃的苦，要不就是你的家庭呢，他就能够支持你。这个支持不光是金钱上的还有就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
因为有许多人啊，其实他的家庭如果不是特别支持他，对吧？比如说他的想法跟父母想法就不一样，那其实很难的，因为你一个人，你是很难就是完全靠自己去打拼，对吧？有时候你说你累了，你可能也是只是想家里面的人给你一些安慰，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支持，对吧？那如果说你在这里你一开始你没有获得成绩然后你家里面人也不支持你，然后还要问你看看你本来有一个不错的收入然后现在你的收入也没有了，然后你也没有发展的很好，对吧？那可能对你的这种心理打击就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如果反过来你亲人说没关系你这个我支持你，对吧？就算你现在暂时的你遇到了困难，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关系家里面可以为你支持一把，对吧？精神上也支持你，经济上也支持你。就算你真的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也没有关系就普普通通人怎么可能不失败呢，对吧？所以就是如果就是获得家里面的人的支持和帮助呢，那跟就是你完全的靠自己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也觉得就是说可能你去新加坡你获得的这个家庭的支持，不管是父母还是家庭上的可能给的这种呃就是想法变化会小一点，对吧？就一下子去欧美了，或者是去什么日本了，对吧？就可能就家里面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会一下子觉得差距很大，对吧？那么最后呢，我想再讲一讲就是我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也有想过要呃离开这个西班牙一段时间。其实我之前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像这里这么美丽的一个海岛，对吧？这里这个海真的是挺漂亮的，然后生活也是非常的平静。但是呢，这个人他也会变得呃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节奏越来越慢人也越来越懒了啊。我突然就是我看到了，就是我这个相机上面呢它积了很多灰，然后呢，我称了一下我自己的体重也变得越来越胖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一下了去一个环球旅行或者是去更多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什么非洲什么是吧？啊，去拍更多的照片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以前呃没有去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我不想再做一个商业摄影师了因为我其实还是真的很喜欢摄影，但是总是比如说拍这些商业的照片因为在做这个商业摄影的时候，因为你就是在出卖你自己的摄影技术嘛，是吧？跟你自己嘛，这是一个体力劳动，你必须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对吧？即使说你也可以坚持自己什么，但没用的，因为最后总是就是出钱的人客户他的这个意见是重要的，对吧？就这个呢也是让我觉得就最后没有去的理由。因为如果一旦我不从事这个，因为摄影在美国其实还是收入挺好的我有很多同行吧都做得不错。但是呢，如果一旦就是你不从事了这个你去做别的，那你面对的生活压力、这个未知挑战就像我前面说的，生活成本就很高，对吧？可能就是你的生活的水准就一下子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后来也没有去了美国，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我也想就是人的想法呢，最终会不停的变化的。我现在就在想去安排一个什么环球的旅行，然后呢拍摄许多的照片，对
对吧？让自己再动起来，好吧？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先讲到这里了啊。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有一些啰嗦啊，因为我也没有写稿，我就是怎么想我就怎么说，对吧？那也请多担待吧，好吧？谢谢，再见。